你是不是正打算帮孩子戒尿布，或者你已经试了好几个月，甚至大半年，却还在跟孩子的尿裤子奋战？先停下来，千万不要再逼他了。因为在错误的时机开始如厕训练，不只会让你白忙一场，还可能给孩子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像是慢性便秘、泌尿道感染，甚至让他对马桶产生一辈子的恐惧。如果孩子还没准备好，你就算努力几个月，甚至几年，都可能完全没有成效。大家好，我是 Celia。我不是育儿专家，只是一个跟你我一样，为了孩子愿意把书读厚，再把知识变薄的妈妈。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我为了孩子戒尿布，花了几百个小时研究才得出的血泪总结。到底要怎么判断孩子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其实答案就藏在3个关键的信号里。只要你看懂了这3个信号，不仅能让戒尿布的过程事半功倍，更能保护孩子，让他平稳快乐地度过这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信号也是最令人意外的，稳定的生活节奏。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戒尿布跟生活节奏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对一个2、3岁的幼儿来说，可预测性就等于安全感。当生活中的一切都照着他熟悉的剧本走，他才会感到放松，有自信去学习新的、有挑战性的技能，比如控制自己的身体。所以在开始如厕训练前，请先确认家里最近没有或未来几个月内不会有重大的变化。这不只是像搬家、生2宝、换工作这种天大的事。真正需要警惕的，反而是那些我们大人觉得还好吧的小变化，对孩子来说，那都算一场地震。比如最疼他的阿公阿嬷来家里长住了一阵子，他刚刚从幼幼班升上了小班，换了新的老师和教室。家里的主要照顾者从妈妈换成了保姆，甚至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家庭旅行，对他来说都是熟悉秩序的破坏。在这些时刻，你会发现孩子可能会变得更粘人，更没安全感，甚至原本已经不用的奶嘴又开始想吸了。他对尿布的依赖其实是他寻求稳定感的一种方式。在这种状态下，强迫他学习使用马桶，只会增加他的压力和挫折感。你的宝宝最近也经历了什么大变化吗？或者你曾在哪个意想不到的时刻发现戒尿布特别困难？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故事吧，你会发现你真的不是一个人。好，如果环境很稳定，那我们就可以看第2个信号了，身体的成熟信号。这是一个很具体的指标，你的孩子能不能保持尿布干爽至少1到2个小时？如果可以，恭喜你，这代表2件重要的生理大事正在发生。第一，他的膀胱容量长大了。你可以把宝宝的膀胱想象成一个水球，刚出生时，它是一个非常小的、没什么弹性的小水球。水龙头一开，水装满了就直接漏出来，它完全无法控制。但通常到了2到3岁，这个小水球长大了，变成一个更有弹性的大水球，可以储存更多的尿液。这就是为什么它能保持更久的干爽。第2，也是更重要的，它的神经系统开始成熟了，大脑和膀胱之间的连线终于通了。他开始能感觉到，我的水球胀起来了，并且开始学习如何去控制那条连接水球的肌肉，去决定什么时候在哪里把水放掉。这就是所谓的肌肉控制能力，大约在2到4岁之间发展起来。所以，当你发现午睡起来尿布还是干的，或者出门1、2个小时回来，尿布的重量没什么变化，这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太好了，我家环境很稳定，宝宝也能保持干爽了，那我可以开始了吧？但是请等一下，先别冲动，还有最后一个，也是最常被我们忽略却最致命的魔王关卡。如果你忽略了它，前面的一切准备都可能全部白费。这个魔王就藏在孩子每天的便便里。
除了能保持干爽，你还必须确认你的孩子每天都能排出柔软成型的便便。如果他的便便是那种一颗一颗像羊大便一样的硬球，或者好几天才上一次，而且过程很痛，那他很可能已经便秘了。而便便绝对是如厕训练的终极杀手，它会从心理和生理两个层面彻底毁掉整个过程，让训练变得几乎不可能成功。让我先从心理层面说起，这很简单，就是一个恐惧连结。想象一下，因为便秘，孩子每一次坐在马桶上用力，屁股都会传来撕裂般的疼痛。1-2次之后，他的大脑就会建立一个可怕的连结，马桶等于疼痛。很快的，他会开始抗拒坐马桶，一看到马桶就尖叫挣扎。为了避免疼痛，他会下意识地开始憋住便意，甚至连尿尿也一起憋着。这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憋，粪便在肠道里待的时间就越长，水分被吸得越干，变得更大更硬，下一次排便就更痛。这个恐惧就这样被无限放大。但比心理创伤更可怕的是便秘对孩子身体造成的生理崩坏，这才是让训练几乎不可能成功的根本原因。让我给你们描绘一个场景，这可能正在很多家庭里真实上演。有个孩子叫小雨，他因为便秘，每次在马桶上都痛得大哭。很快的，他开始拒绝坐马桶，宁愿憋着。结果又干又硬的粪便像石头一样开始在他的大肠里堆积起来，他的大肠就像一条被过度拉扯的橡皮筋，被动地撑大变形，最后失去了弹性。被撑大的肠道变得非常迟钝，就像一扇失灵的感应门，即使新的粪便进来了，也完全感觉不到满了的信号，所以小雨再也感觉不到便意了。这时候，小雨的妈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小雨的内裤上常常会有一些稀稀的咖啡色的污渍，看起来像是拉肚子。妈妈很困惑，甚至有点生气，觉得孩子是不是故意的。但真相是，这根本不是拉肚子，这在医学上叫做粪便。你可以想象，在被巨大坚硬的粪便塞住的肠道里，只有液态的粪便能从旁边的缝隙渗漏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被家长误判的便秘警讯。更糟的还在后头，那颗被撑得像气球一样的巨大肠道开始往前压迫到他前面的邻居膀胱，被压迫的膀胱容量变小了，所以小雨开始频繁的漏尿，裤子总是湿湿的。妈妈以为他是在故意捣蛋，是在报复，对他更严厉了。但小雨自己也无法控制，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尿尿会自己跑出来。一个原本只是单纯的便秘问题，最终演变成一场亲子关系的信任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便秘是终极杀手，它不只带来疼痛，它会让孩子的身体失去控制，让所有训练的努力都化为泡影。我知道刚刚讲的这些生理知识有点硬，甚至有点吓人，但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试着从孩子的眼睛看看他们的世界。当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当他们从一个熟悉的环境被丢到一个陌生的新世界，他们内心是充满不安的。那个熟悉的温暖的尿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拥抱，是他们在混乱的世界里能抓住的最后一根浮木。他选择依赖尿布，不是倒退，不是耍赖，他只是在用他唯一懂的方式告诉你，妈妈，我需要一点安全感。所以理解了这一切之后，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在你拿出小马桶，准备好一大叠奖励贴纸之前，请务必先确认这3个成功戒尿布的黄金前提。第一，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生活环境。第二，孩子能保持尿布干爽至少1到2个小时，代表他的身体准备好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确保孩子没有便秘问题，每天都有健康的排便。
如果你判断孩子已经准备好了，我准备了一份免费的如厕训练必备好物清单，资讯栏可以索取。另外，我也有一支影片，专门分享8个加速训练的实用技巧，推荐你接着看。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请务必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你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最后，我想问问你，在戒尿布的路上，你遇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留言分享你的故事吧。